Hello，大家好。水苔已经非常干了，颜色也变了灰白，摸上去水苔也是硬硬的、脆脆的感觉。底下面这些水苔都是干的，里里外外都干了，是时候给它们浇水了。之前我也尝试过用日式水苔种植方法来种植枫兰，用这种方法种植枫兰，枫兰长得也非常的好。只是在给它们浇水的时候费很长时间。之前是用喷水的方法给它们浇水的，当水苔非常干的时候，给它们喷水，水苔是不吸水的，要重重复复的给它喷水，才把表面的水苔喷湿，费的时间太多了，而且每次都把地板弄湿，太麻烦了。后来就把所有的枫兰转到桃李木炭珍珠岩的种植方法去。直到早2个月，有朋友送给我几个枫兰专用盆，就是那个黑式的枫兰专用塑料盆。好吧，既然有了这个专用盆，那就再一次尝试一下来种植枫兰吧。喷水不行，泡盆可行吗？就想出了用这种方法来给它浇水，就是现在给大家分享的这种方法。就是用一个小的塑料杯，杯子里面大概倒了7分满的水，然后把枫兰放到杯子里。这个时候因为水苔是非常干的，整一个杯子的分量都非常的轻。这个青玉丸开花了，花非常的漂亮。因为水苔非常的轻，放进去的时候它还浮在水面上，往下一摁，它就乖乖的站稳了。这个枫兰用这种浇水方法，很快就长出了这2条新的根。塑料杯里面的水可以根据水苔的多少来放水，水苔比较多的可以放多一点水。就好像这一颗水苔比较多，看一下它的水位是在这里的。把兰花放到塑料杯里面，现在就可以干其他的活了。20分钟过去了，看一下它的吸水情况。看看这些水苔，表面都已经湿了。这一颗的水苔比较少，底下面这些水苔还有一小部分沾着水。等这些水稍微的干一些，水苔就自动停止吸水了，因为它沾不到水了嘛。通常我会泡盆泡大概1个多小时，有的时候忘记了也会泡大概2个小时左右，都是无所谓的。好像这一盆上面这些水苔刚刚打湿，还不是完全的湿，就继续让它泡一阵子吧。从水苔的颜色可以看它的水分多少，颜色比较深的水分就比较多，这些还比较白的就是刚刚打湿，还不是完全湿透。枫兰喜欢在通风、湿度高的地方生长，平常我们在家里湿度是不够的，我也只能给它做到见干见湿罢了。好了，1个多小时过去了，现在再来看一下水苔的湿度。现在水苔完全湿透了。水苔那么湿会造成烂根吗？
如果你之前有看过我给这些枫兰上盆的视频，就知道用这种种植方法其实用的水苔的量非常的少，而且中心的地方是用了一个小筐子，中间是空心的，只要里面空气流通，就不会造成烂根。这些水苔已经完全湿透了，就可以把杯子的水倒掉。把水倒掉之后，可以用这个塑料杯做一个外杯，这样多余的水分还会滴到这个塑料杯里面，当一个外杯就好了。我通常都不用外杯，直接把它放回盘子里，因为这个盘子也是不漏水的，有水分的话也是滴到盆子里。这种泡盆方法，不论你有10颗兰花，或者你有50颗兰花，浇水的时间都是一样的。塑料杯倒满水，然后把兰花泡在塑料杯里，就可以干其他的事情了。看一下，其实用的水苔真的是很少，加上它里面是空心的，不到几天水苔又干了。这种浇水方法一点都不浪费时间，泡1-2个小时之后，把水倒掉，也就大功告成了。我这里的空气湿度非常的干燥，现在大概是在30到40左右，水苔完全泡湿了，也就大概维持4-5天的样子。4-5天之后，这些水苔已经干了。这个时候我不会马上给它们重新泡盆。当水苔干了之后，我还会等2到3天，再重复的给它们泡水。也就是说，这些水苔在第5天已经完全干了，我会再等2天。在第7天才重复给它泡水，那个时候水苔真的是非常非常干，用手一摁，水苔都会变碎了。这个时候才给它泡水。这种泡水方法我已经用了2个月，每一颗兰花都长出新根，而且新根长得还比较快。用这种泡盆的方法，怎么样给它施肥呢？可以把水溶肥放到水里，但是浓度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淡。每一次泡盆我都会用水溶肥，所以我用的浓度非常非常淡，是建议浓度的1/8对1加仑的水。我会做一个视频跟大家分享我是怎样给它放水溶肥的。这种泡盆的方法真的非常的好，既省了时间，效果又好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。